当巨人的血脉再次降生时，整个山谷的天空都出现了流星雨。人们仿佛意识到某种早已消失的东西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那个孩子的出生整整持续了3天。毕竟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体并不是为了生下一个刚出生就接近成年男人躯干大小的婴儿而存在的。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但他的母亲却来自一个古老而危险的血脉。当歌利亚降生的消息传遍加特山谷时，整个地区都像野火蔓延一样迅速震动。到了第3天清晨，村里的长老们已经紧急召开了议会，他们害怕到了极点，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因为他们只看了那个孩子一眼，就知道古老的血脉又回来了。歌利亚母亲的母亲奥珀是亚纳族的后裔，那个与巨人一族有着古老联系的民族，而这个孩子在出生时的体型就已经接近成年男人的上半身大小。这根本不是普通孩子，这是一个巨人，一个流着阿努纳奇与奈飞天血脉的后代。那些远古巨人种族的后裔曾经以无法阻挡的力量统治世界，他们是拥有传奇战力的古代战士，甚至能让最勇敢的以色列间谍都吓得发抖。亚纳族曾建造过庞大而坚固的城市，那些城墙高大到令人难以想象，最后甚至需要约书亚亲自率领以色列人，并在神的帮助下才将他们逐出那片土地。可即便如此，依旧有部分巨人幸存下来，并逃进了非利士人的领地。而长老们非常清楚这种血统意味着什么，同时他们也因此感到兴奋。一个完全成长的奈飞天后裔，战斗力足以抵得上100名普通士兵，在单挑中几乎不可阻挡，甚至可能改变整场战争的走向。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只为了决定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该把这个孩子培养成对抗以色列人的终极武器，让他成为能够击溃敌军最强战士的冠军，并让非利士人成为迦南最强大的势力？还是说应该趁他力量尚未觉醒之前立刻杀掉他，否则未来他们可能再也无法控制这个孩子？长老会议整整争论了几个小时，但最终他们的野心战胜了一切，军事霸权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于是男孩活了下来，但从那个决定开始，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母亲，他被直接登记为军事财产，成为国家的资产。长老们为他取名歌利亚，意思是流放者。当歌利亚5岁时，身高已经超过5英尺，村里的其他孩子全都害怕他，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每次看见他，那些孩子都会立刻跑回母亲身边，无论歌利亚表现得多么温和，他们依旧躲着他。仅仅只是体型就已经让他在别人眼里变成了怪物。孩子们甚至会编出恶毒的童谣嘲笑他，怪物之子，被天堂诅咒的人，最后的堕落者，审判已经降临。但年轻的歌利亚并不完全孤独，虽然他属于国家，但至少在幼年时期，他们仍允许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毕竟即便是武器也曾经是孩子，每天晚上母亲都会把他抱在怀里。虽然他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儿子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变成这样，但他对儿子的爱却无比深沉。你不是怪物，他轻声对他说，不管祭司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儿子，你是特别的，你注定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事情而出生的。奥珀在儿子身上看见了一种古老而强大的东西，他无法形容，但他能感觉得到，这个世界比我们理解的更加古老。他曾这样告诉歌利亚，在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巨人，他们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也许你身体里依旧流着他们的血，也许这就是你与别人不同的原因。年幼的歌利亚总会认真听着母亲的话，但他依旧不断思考，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出生，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母亲并不能给他全部答案，但至少他的爱暂时已经足够了。到了歌利亚8岁那年，非利士军队的将军阿祖尔亲自来接走了他，他带来了20名士兵作为护卫。这个孩子现在跟我走，阿祖尔这样宣布，他将接受战士训练，他属于非利士。这件事儿没有商量余地，歌利亚的母亲哭了，但没有人回应他，因为属于这个孩子的命运已经开始了。而那一天也成了歌利亚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但即便他被强行带走，他依旧从未忘记母亲讲给他的那些故事。哪怕后来他逐渐变成了非利士人的战争武器，他依旧牢牢记着母亲的话，他是特别的，而那一定意味着什么？
加特的军营是一个把男孩变成战士的地方，这里的训练极其残酷，名声也同样可怕。能够活下来的人，最终都会在鲜血与痛苦中被锻造成真正的战士。而歌利亚接下来的8年都将在这里度过。指挥官把他的训练交给了一位名叫塔尔迈的老兵，那是一名在与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资深战士。而当塔尔迈第一次看见这个年轻巨人时，他说出的第一句话也彻底决定了歌利亚在加特未来的人生。你现在最好立刻明白一件事，塔尔迈这样告诉他，你不是人类，你也不是非利士人，你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会被我们拿去对付敌人的武器。而工具不需要感情，工具不会质疑命令，工具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摧毁敌人。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不断折磨歌利亚，名义上那是训练，但实际上却残酷无比。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训练与操练，一旦达不到要求，就会遭受严厉惩罚。日复一日，歌利亚不断被逼向极限，因为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成为这片土地上最令人恐惧的战士，成为绝望与恐惧的象征，成为非利士人对抗以色列人的最终武器。非利士人不会停下，直到他彻底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或者死在训练之中。但白天，当非利士人试图摧毁歌利亚身体的时候，夜晚的问题却开始不断折磨这个男孩。他始终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他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也知道自己似乎与那些远古巨人存在某种联系。但为什么？那些巨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在被追杀到灭绝之前，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对于答案的渴望最终将歌利亚引向了阴影之中。像一只好奇的野兽一样，他开始主动寻找那些第一时代的守护者，那些依旧记得远古秘密的人，那些知晓洪水降临之前世界模样的人。于是歌利亚人生中的第二个秘密也开始了。白天，非利士人不断将他的身体训练成战争机器，而到了夜晚，他则偷偷避开守卫，去学习那些属于自己族群的秘密。其中一位守护者是一名年迈的学者，名叫贾布涅，而他也逐渐与歌利亚关系越来越近。贾布涅曾这样告诉他，你是某种超越人类理解之物的后代，你诞生于神性与凡人之间的结合。那些古老巨人曾经是建造者，也是教师，他们将知识带给人类，甚至推动了文明本身的诞生，但他们的力量也让其他神明感到恐惧。于是洪水被降下，为了将他们彻底毁灭。而你，贾布涅望着歌利亚，眼神里甚至带着某种敬畏，你就是那段古老血脉最后留下的回响。不管你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无论是因为你母亲的血统还是其他原因，你都继承了他们曾拥有的东西。你是洪水之前那个旧世界最后残存的痕迹。当歌利亚15岁时，塔尔迈宣布他的训练已经结束了。那一年，歌利亚的身高已经达到2.3米。塔尔迈从未训练出如此可怕的战士，在他看来，战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歌利亚匹敌，除非对方同样也是奈飞天，可那样的存在早就已经灭绝了。但即便塔尔迈为自己打造出的战争武器感到骄傲，他内心深处却依旧对这个年轻巨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悲伤，因为他看见了歌利亚自己还没意识到的东西，一个工具，一个注定会被不断利用，直到彻底损坏后再被丢弃的工具。而歌利亚也逐渐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战场噩梦，他精通武器与徒手格斗，甚至很多时候仅仅只是他的存在就已经足以击溃整支军队的意志。在双方真正交战之前，敌人就已经开始恐惧，甚至只要听到歌利亚这个名字，很多久经沙场的老兵都会失去斗志。接下来的20年里，关于非利士巨人的传闻开始像野火一样传遍整片土地，人们称他为5城冠军。而所有曾从他手里活下来的人几乎都会留下同样的描述，近乎3米的人形毁灭兵器，他全身都覆盖着青铜盔甲，在阳光照射下，那副铠甲仿佛某种远古野兽的鳞片一样闪闪发亮，而仅仅只是那套盔甲的重量就已经接近100斤，可歌利亚穿着它却像普通人披着布衣一样轻松。至于他的长矛，更像是一件噩梦中的武器，毛干粗的像织布机横梁一样夸张，甚至需要2个成年男人才能勉强把它从地上抬起来。而仅仅只是矛尖的铁头，重量就已经达到15斤。那种武器只需要一次突刺
就足以贯穿盾牌、铠甲以及骨头，仿佛刺穿的根本不是人体，而是一层薄纸。但真正让人恐惧的并不只是他的体型与武器，而是他的战斗方式，精准、残暴，无法阻挡。歌利亚并不仅仅只是击败敌人，他是在彻底毁灭他们。他战斗时冷酷到近乎没有感情，每一次攻击都精准的不像人类，更像某种从出生开始就专门为了毁灭而被打造出来的存在。但在战场之外，歌利亚其实始终都是孤独的。他赢下的每一场胜利都会让自己在非利士人眼里变得更加重要，也意味着他会被监视得更严，被控制得更深，同时也更加孤独。他身边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甚至就连非利士人自己其实也和敌人一样害怕他。而歌利亚也早已失去了家人，因为很多年前他的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都会跟着守卫，但那些人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确保他永远不会背叛非利士人。除了战争武器之外，歌利亚已经没有其他身份，但每当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依旧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他曾讲给自己的那些故事，也会想起那些守护者曾告诉他的秘密。而他唯一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人贾布涅，也在10年前于睡梦中平静死去。剩下那些守护者则在后来被非利士祭司怀疑后，一个接一个遭到追捕与处决。他们曾经分享的知识，那些关于奈飞天的故事，他们真正的历史，如今全都只剩下歌利亚一个人还记得。他已经成了自己种族最后的幸存者，最后一个远古血脉之子。可即便如此，歌利亚依旧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但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一定不只是成为某人的武器。最后的巨人这个身份应该还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意义，而这种等待感最终在公元前1010年结束了。那一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军队在以拉谷对峙。那是一条夹在2片陡峭山坡之间的狭长山谷，它一路延伸数公里，看起来像大地上的一道巨大伤口。雨季时，山谷中央原本会有河流经过，但此时正值炎热干燥的夏季，河流早已干涸，只剩下一条布满碎石的河床。非利士军队占据着南侧高地，而以色列军队则守在北侧山脊。至于中间那片山谷，则是一块真正的死亡地带，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敢率先冲下山坡进攻，就会在爬上对面高地之前被彻底屠杀。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僵局，双方都无法主动进攻，否则代价将极其惨重。于是他们只能等待，一天又一天，双方数千名士兵隔着山谷彼此对视，武器始终握在手中，所有人都在等，等谁先迈出第一步。空气中的压迫感几乎令人窒息，仿佛连空气本身都因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变得沉重。而这种僵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总得有人打破它。于是指挥官阿布尼找到了歌利亚，虽然两人都很清楚那其实根本不是请求，而是命令。我们需要你发起挑战，单人决斗，你对他们的冠军，胜者得到一切，这是结束僵局的唯一办法。歌利亚没有选择，只能服从。选一个人出来，让他下来和我战斗。歌利亚的声音像雷鸣一样震动整个山谷。如果他能打败我，杀死我，我们非利士人就成为你们的臣仆；但如果我打败他，杀死他，你们就成为我们的奴隶。接下来的40天里，歌利亚每天早晚都会走进山谷，发出同样的挑战。可整支以色列军队却始终只是站在山脊上看着，没有一个人敢走下来。这些人并不是懦夫，他们曾无数次面对死亡，但这一次不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比2个成年人叠起来还高的怪物。这是5城冠军，是那个从未战败过的巨人。一天又一天，歌利亚的挑战始终无人回应，而随着时间过去，他的嘲讽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今天我再次向以色列军队发起挑战，歌利亚每天都会这样大喊：你他妈的看什么啊？出来单挑啊！但歌利亚心里其实并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看着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士，仅仅因为听见自己的声音就感到恐惧，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因为这一切不过又只是一次表演，又只是非利士人拿来指向敌人的武器而已。直到第40天，某些东西终于改变了。
当歌利亚再次走进山谷时，他立刻感觉到以色列军队今天的气氛不一样了，他们的状态明显发生了变化。歌利亚甚至忍不住开始期待，终于有人接受挑战了吗？他的手缓缓握紧那根巨大的长矛，也许今天终于能结束这场荒唐的僵局了。出来单挑啊！歌利亚的声音再次响彻整个山谷。如果他能打败我，杀死我，我们就成为你们的臣仆；但如果我赢了，你们就成为我们的奴隶。今天我再次向以色列发起挑战，给我一个人，让我们决斗。而这一次，40天以来第一次，终于有人动了。但出现的人却完全超出了歌利亚的预料。那不是身披铠甲的战士，也不是经历过无数战争的老兵，而只是一个少年，一个甚至还没长出胡子的男孩。他穿着普通长袍，手里拿着牧羊杖，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把投石索。歌利亚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男孩一步步走下山坡，穿过山谷。他没有铠甲，没有长剑，没有盾牌，只有一根牧羊杖，一把投石索，以及腰间一个皮革小袋。那一瞬间，歌利亚甚至不知道自己该作何反应。这是个玩笑，一种羞辱，还是说以色列人已经彻底疯了？那个少年停在山谷中央干涸的河床边，他缓缓弯下腰，从碎石中仔细挑选出5块光滑的石头。他会把每一块石头拿在手里掂量，确认后再放进腰间的小袋里。随后他重新站起身，继续朝歌利亚走来。而下一秒，愤怒彻底爆发了。你把我当成狗吗？歌利亚怒吼着，他的声音里不只是愤怒，还夹杂着某种被羞辱后的暴躁。整整40天，他每天都站在这座山谷里发起挑战，而现在这居然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不是最强战士，不是冠军，而只是一个拿着木棍的少年。过来！歌利亚朝大卫怒吼着，一边开始向前逼近。我要把你的尸体丢给天上的鸟和野兽啃食。但那个少年并没有逃跑，甚至连后退一步都没有。相反，他直接回应了歌利亚，而且声音里的自信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只是个少年，你依靠的是武器，而我依靠的是耶和华，就是你刚刚羞辱的以色列军队之神。歌利亚停住了，因为这个少年居然完全不害怕，他的声音里没有颤抖，站姿也没有半点犹豫，那种气势甚至让歌利亚都短暂沉默了一瞬。大卫继续说道，今天耶和华会把你交到我手里，我要击倒你，砍下你的头。今天我会把非利士军队的尸体全都交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以色列有神，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也都会知道，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刀枪和长矛，而是耶和华，因为这场战争本就属于他，而你们所有人都会被交到我们手里。就在那一瞬间，歌利亚的眼神似乎出现了一丝变化，那并不完全是恐惧，更像是一种认知。因为这个少年口中的神，正是那个曾分开红海的神，也是那个让耶利哥城墙倒塌的神，更是那个曾下令彻底毁灭奈飞天的神。但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歌利亚是5成冠军，他从未败过，更不可能输给一个拿着投石索的孩子。歌利亚开始向前逼近，而另一边大卫也突然开始奔跑，他直接朝着巨人冲了过去。就在奔跑的同时，大卫的手迅速伸进皮带，掏出了那块之前挑选好的石头。下一秒，他用一个极其流畅的动作将石头装进投石索中。与此同时，歌利亚也举起了那根巨大的长矛，准备一击结束这场闹剧。在他看来，这个少年甚至撑不到靠近自己20英尺以内，他只会变成又一具尸体，就像之前那些人一样。但此时大卫手中的投石索已经开始高速旋转，他曾用这东西杀死过狮子，也杀死过袭击羊群的熊，所以他非常清楚该在什么时候松手。歌利亚甚至几乎没看清那块石头，石头离开投石索的一瞬间，他已经化作一道模糊残影，速度甚至比他曾面对过的大部分剑士还快。歌利亚试图低头，试图侧身，试图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块石头精准命中了他的额头，伴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碎裂声，巨响回荡在整座山谷里，像枪声一样。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倾斜，歌利亚的双腿猛然失去力量，长矛从手中滑落，他拼命想站稳，
想理解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地面朝他迎面撞来。那一刻，整座山谷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两侧山坡上的上万名士兵全都僵在原地，没有人敢相信自己刚刚看到的一切。随后，大卫冲了上去，他站在歌利亚倒下的身体旁边，接着拔出了巨人自己的长剑。那把剑巨大到大卫必须双手同时发力，才能勉强将它举过头顶。下一秒，长剑猛然落下，而歌利亚，那个从母亲身边被带走的孩子，最终死在了一名牧羊少年手中。